乌特种部队跨境作战奇袭叙利亚俄基地，基辅击退俄军2024年最大规模空袭行动。乌军无人机击落米8直升机，并确认接收首批 F-16。俄军炮灰不够，普京双倍费用招兵。驻日美军进入准战争状态，精彩资讯即将开始。据基辅邮报7月31日报道，乌克兰 GUR 特种部队的化学家小组对位于阿勒颇东部的库维雷斯空军基地展开了打击行动。据悉，该基地自2015年起就被俄军掌控，是其训练和运送雇佣兵至乌克兰战场的重要场所。据公布的影片显示，乌军首先摧毁了俄军的移动式电子战系统，随后才动用无人机群对该基地内的俄军目标实施了打击。这场袭击兑现了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中将于2023年5月宣布消灭世界任何地方俄罗斯战犯的承诺。同时，这也是乌克兰在叙利亚和非洲等地持续打击俄罗斯势力的一部分。去年秋天，俄罗斯就将部分驻叙利亚的部队和装备调往乌克兰战场，使其在叙利亚的军力变得脆弱。乌军正是抓住这一机会，通过跨境作战来削弱整体俄军实力。至于乌克兰特种部队在非洲的行动，则包括在苏丹追捕瓦格纳雇佣兵，以及获得非洲国家马里图阿雷格部队的支持。前2天，图阿雷格部队根据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情报，给予了瓦格纳重创，即当场有50名瓦格纳士兵死亡和一架米24直升机被击落。以上这些行动都表明，乌克兰正在全球范围内与俄罗斯展开较量，试图削弱其国际影响力，同时也反映了乌俄冲突的全球化趋势。7月31日，乌军导弹和无人机继续袭击俄多地军事目标。据俄国防部称，乌军动用一枚海王星导弹袭击了库尔斯克俄军的武器装备储存点，并连同无人机对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波良斯克、罗斯托夫以及克里米亚等地的变电站实施了打击，导致俄罗斯多地出现停水、停电现象。最近一周，乌军明显加大了对俄本土目标的袭击，正努力消耗俄罗斯资源。面对乌军频繁的导弹、无人机袭击，俄军于7月30日至31日发动了自2024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对乌空袭行动。这场袭击持续了7个多小时，俄军无人机几乎从各个方向一波又一波地进入基辅。据乌克兰空军司令部报告显示，在持续7个多小时的空袭警报中，乌军防空部队共计摧毁来袭的全部89架见证者136、131无人机，以及一枚 Kh-59巡航导弹。其中，在基辅空域以及附近地区摧毁了30多架无人机。对于乌军击退俄军大规模袭击，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高度评价称，乌克兰在拥有足够资源的情况下，可以完全保护其领土免受俄罗斯打击。未来几个月，我们或许会看到乌军更多的无人机、导弹袭击俄罗斯，而俄军无法有效袭击乌克兰后方的场景。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军展开大规模袭击过程中，俄军不仅发射了数量不详的胶合板和泡沫无人机来测试和分散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还通过绕飞白俄罗斯领空的方式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实施打击。其数量据 ISW 消息显示至少有5架，其中1架无人机从切尔恩霍夫州北部飞入白俄罗斯260多公里，到达布列斯特州的斯托林。其余无人机则在戈梅利州的洛耶夫、阿萨列维奇以及基洛沃附近飞行。白俄方面在侦测到不明无人机后，紧急出动了1架战机进行拦截。在顿涅茨克战区，7月31日，俄军一架米8直升机在顿涅茨克市附近坠落，目前直升机残骸已被确认，但事故原因截止目前却有2种说法，一种是俄防空部队干的，又是一起误击事件。另一种说法是乌军使用 FPV 无人机在米8直升机起飞时将其击落。但不管是哪种，对乌克兰而言都是好消息，尤其是后者。如果属实，那将是史上首例有人飞行器被无人飞行器击落的案例。未来可能会有专门针对飞行器的游荡弹药被开发。如今不止黑海舰队，现在连直升机都扛不住乌军无人艇、无人机装备的袭击，只能说乌军总能创造新的技术革新，俄罗斯损失将持续走高。在顿涅茨克西边的克拉斯诺霍里夫卡战线，俄军攻占主城区后并未停下脚步。俄第238炮兵旅和第110摩托化步兵旅正持续向北推进，试图抢占河北岸乌军阵地。在赫奥西夫卡，俄军也正向东北部推进。7月30日到31日，俄军曾组织了一次加强排规模的机械化突击，有了细微的推进。视线转移至阿夫迪夫卡战线，俄军虽继续向西，沿着洛祖瓦茨克、普
普罗赫罗斯、维塞莱向西推进，但前进阻力很大，乌军正在热兰涅发起反击，以减缓俄军进展。在托列茨克战线，正如火力军所料，俄军正试图沿纽约村、舒梅、列宁西克合围缺口，但遭到乌军的激烈抵抗，俄军损失很大，目前无法快速合围这里。据7月31日发布的战线地图显示，俄第9摩托化步兵旅以及其他部队在扎利茨内西北部和西南部推进，并占领了大部分定居点。有俄军事博主称，俄军在扎列茨内和列宁西克附近推进了约1公里，并在纽约村附近持续推进。再往北，在恰索夫亚尔战线，俄军已表示在卡蒂尼夫卡南部运河附近建立了桥头堡。目前，乌军第5突击旅正使用步坦协同的方式对俄军进行阻击，试图将其逼退。哈尔科夫战区过去24小时没有可确认的战线变化，但战斗的激烈程度一点不低。据 ISW 7月31日报道，乌军于7月28日成功伏击了正在切尔尼戈夫州边境地区进行破坏和侦察行动的俄第322特种部队训练中心部队，并杀死5名俄军士兵。自此之后，据乌方消息显示，俄军增加了在该地区的侦察活动，并改变战术，即选择埋设地雷，企图切断乌克兰的后勤。在沃夫昌斯克，双方的巷战依旧没有停止的迹象。该地骨料厂内的俄军，据悉他们没能逃脱，也没有覆灭。50天过去了，仍然被困在那里。前天从沃夫恰河南岸突出部撤离的俄军，当初打过河来，目的之一就是要营救他们，不过未能成功。7月31日，俄军继续在赫里伯克、斯塔里奇亚以及季赫附近展开地面攻击。据乌克兰哈尔科夫集团军报告显示，俄军已将第1空降旅第83突击连部署到季赫附近的阵地，并正从卢甘斯克将第22摩托化步兵团的部队调往斯塔里奇亚进行部署。德黑兰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各方都有什么反应？尤其是伊朗与美国方面。7月31日周三凌晨2点左右，伊朗首都德黑兰遭遇袭击，造成哈马斯最高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耶身亡。在德黑兰袭击事件发生后，整个中东仿佛已经乱了，甚至有人认为，如今的中东已经站在了战争的边缘。今天，火力军就带大家回顾一下袭击事件的脉络，以及事件发生之后的各方反应。根据媒体报道，此次伊斯梅尔前往德黑兰是为了参加7月30日周二的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上任仪式。伊斯梅尔的最后一次露面就是在任职典礼上。7月31日凌晨2点左右，伊斯梅尔所下榻的房屋发生了爆炸，有目击者声称是被空中飞来的导弹击中，另外也有人表示是秘密走私到德黑兰的爆炸装置由远程引爆造成的袭击。针对袭击的推测，敬请关注火力就是正义百科频道的周六影片。在事件发生后，联合国应伊朗请求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议上，伊朗表示联合国需要立即采取措施，以防止进一步的事件发生。土耳其也表示，此次事件可能扩大加沙战事，该地区可能将面临更大的冲突。而在7月31日，以色列军方发表早间声明表示，目前正在进行情势评估，国土防御计划没有变化。以色列机场管理局在同一时间宣布关闭北部城市哈代拉以北的领空。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此次事件美国并不知情，但还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平息事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美国防长奥斯汀表示，如果以色列遭受任何袭击，美国将为其提供保护支援，希望中东各方避免升级行动。另外，据美国《纽约时报》在7月31日援引3名伊朗官员的话称，当天上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议上，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达一道命令，将直接打击以色列。不过，媒体表示，目前尚不清楚伊朗会做出多大力度的回应，也不清楚伊朗是否再次调整，以避免事态升级。与此同时，美国白宫发言人科比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不认为中东即将爆发全面冲突，同时，美国也在努力防止事件升级。科比表示，美国仍然相信有可行进程达成以哈停火协议。针对该事件，火力军将全程跟踪，并在第一时间告知各位。据彭博社7月31日援引美国官员证实称，乌克兰经过1年的努力，终于接收到了首批 F-16 战机。F-16 的接受属于意料之内、情理之中的事。从近期一些细节其实就能看出来这一点。其一，7月30日，乌克兰出现了公开的 F-16 战机模型诱饵。其二，美国同意为援乌的数十架 F-16 配备美制导弹和其他先进武器。其三，荷兰也耗资 1.5 亿美元为乌克兰购买 F-16 的专用导弹。其次，挪威也承诺向乌克兰援助最新的 F-16 武器等。以上这些足以说明 F-16 已经到位。
乌克兰预计将从荷兰、丹麦、比利时和挪威获得至少79架 F-16，并在未来几年持续交付。其组建的战斗机联盟还承诺帮助培训乌克兰飞行员和技术人员。而若截止今年年底，乌克兰预计将接收10架 F-16，届时按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的说法，到位的 F-16战机将在距离前线40公里以外作战，用其携带的先进武器对抗俄导弹和战机的空中威胁。此外，乌克兰海军司令纳兹帕帕也曾表示，交付的 F-16在黑海上空与俄军争夺制空权。除 F-16交付给俄军带来的战场麻烦外，俄罗斯内部的麻烦也不少。据悉，7月29日，乌克兰 GOR 网络专家团队成功对俄罗斯中央银行发起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攻击。此次攻击导致从当地时间上午11点左右开始，俄罗斯央行的资源运行出现严重中断，部分功能完全无法使用。据乌克兰 GOR 消息人士透露，针对俄罗斯金融机构的行动将会持续进行。其自普京2022年9月签署动员法令后，接连几次的动员使大批俄罗斯人逃往其他国家。为了缓解兵员短缺问题，俄总统普京于7月31日签署法令，在8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签署兵役合同，并参与入侵乌克兰行动的个人一次性补助，从原来的19.5万卢布提高至40万卢布。此外，该法令还建议俄罗斯地方的高级官员也向签署兵役合同的个人一次性支付不少于40万卢布的现金，相当于在这个时间段入役的士兵将一次性获得80万卢布的津贴。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一些地区和城市已经开始向参加乌克兰战争的人员提供补助，且金额比该法令要求的更高。如莫斯科市，其为签订至少为期1年的合同人员提供190万卢布的津贴。大家觉得俄罗斯通过承诺高于俄罗斯平均水平的工资以及各种社会福利来鼓励签订兵役合同的作用大吗？其二，据法新社报道，俄罗斯于7月31日宣布启用第3阶段战术核武器使用演习。据悉，演习在俄中部军区和俄南部军区举行，其中俄南部军区范围包括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几个共和国、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4个州。主要参与者也是俄南部军区的部队。演习内容为如何部署、如何暗中移动弹头至发射场。此外，据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该演习旨在保持俄罗斯非战略核武作战部人员及装备处于可投入作战任务的备战状态。尽管俄罗斯理由说得天花乱坠，但对乌克兰及欧美而言，这何尝不是一种核威胁呢？7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与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防卫大臣木原忍在日本东京举行了美日2+2会谈。据会谈后发布的联合声明显示，此次会谈重点内容是重组驻日美军，明确了在战争状态下驻日美军与日本统合作战司令部的指挥权限问题，以及在战争状态下美日一体化指挥的问题。我们知道，驻日美军与驻韩美军不同，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的最高将领是3星中将，驻韩美军则是4星上将，这意味着驻韩美军是可以对接韩国的参联会主席，不仅指挥权限非常大，还能迅速反应。但是驻日美军没有这样的权限，仍然需要向在夏威夷的印太司令部汇报工作，这就导致了指挥链存在延迟的问题。驻日美军身处一线，但却没有决定权，若是战时，这是致命的，因此有了此次会谈。至于如何解决指挥权问题，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确定了要重组驻日美军，将其由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角色升级为一个全军种或联合部队作战司令部，从而与日本将在明年设立的统合作战司令部对应。为此，奥斯汀评价认为，新举措将是驻日美军最重大的变化，也是美日军事关系70年来最强劲的改进之一。有趣的是，日本正在建立的统合作战司令部将由4星上将指挥，而驻日美军改组后，虽然也形成了联合作战司令部，但美军对应机关的最高军衔却只是3星中将，3星中将对4星上将，这变相提高了驻日美军的职权。而这样改变也使指挥权变得更加清晰，即日本的统合幕僚长对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指挥权上，印太司令部可以指挥日军的统合作战司令部，以及驻日美军改组后形成的联合部队作战司令部。就目前状态而言，美日双方的作战力量正在加速一体化，在非战争时期，双方可各自指挥。到了战争时期，驻日美军的联合司令部将与日本的统合作战司令部平齐，统一接受印太司令部的指挥。总之，设立统合司令部使驻日美军的作战指挥体制更加扁平化，在美日联合军演、情报共享、作战协调、物资协调等方面有更大的权限，有利于美日部队的快速反应。
据中时新闻网7月27日报道，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对外宣称，近些年来 F-35 的价格一直都在下降，但公司目前正在面临严峻的 F-35 通货膨胀挑战，在第18到19批次中可能无法降低 F-35 价格。同时还强调，在今年10月份之前必须要敲定2批 F-35 的生产计划，否则生产资金就会被消耗殆尽。对此，洛马已经在年度财务报告中向投资人发出了警告。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即便是洛马的生产资金耗尽，其生产线也依然能够正常运行，但前提是得自掏腰包。这显然是洛马不愿看到的局面。多年以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从美国及其盟国获得大批订单，随着生产线效率不断提高 ，F-35 的生产成本确实是一直在下降，但其维护成本却直线上升。美国政府问责署曾发布了一份关于 F-35 的报告，自2018年以来 ，F-35 项目的维护成本上涨了44%，其可持续性维护成本从2018年的1.1万亿美元增加到了2023年的1.58万亿美元。这种迅猛的增长速度已经让美国产生了质疑，而且 F-35 不仅维护成本高，其维护难度也不小。在去年的 F-35 TR-3 升级计划中，洛马升级的一批 F-35还因存在技术问题遭到美国空军的拒收，导致该批 F-35闲置在厂房中，不仅延误了美国的交机进程，还对其后续计划造成严重影响。直到前段时间，洛马解决了技术上的缺陷，该批次的交机进程才得以恢复。所以，鉴于 F-35 生产成本低，维护成本与难度皆高，美国已经在着重考虑该项目在带来战略效益的同时，是否具备稳定的经济可行性。比如，美国国防新闻曾在5月14日发布有关报道，报道称，在美国2025年度预算中，原本计划购买68架 F-35，但美国拟定了一项新法案，有意把 F-35的采购量削减到58架，甚至更低。所以，针对洛马试图对 F-35 进行涨价的行为，火力军猜测，美国大概率不会同意，但不排除会通过其他方式将其成本等价转移到 F-35 的客户身上。据南亚通讯社7月27日报道，印度首次使用新采购的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进行了军事演习活动，而且取得了惊人的作战效果，击落了80%的敌方模拟战机。据悉，印度于2018年10月与俄罗斯签署了购买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合同，这笔交易价值约54.3亿美元，包括购买5套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该系统的首批交付于2021年12月，预计到2024年能够实现5套 S-400 的全面交付。但由于俄乌战争的关系，俄罗斯现有的 S-400 大都被运往前线部队，因此可能会导致与印度交易的这批 S-400 在后续供应和武器测试方面出现困难，而且这一可能性已经得到了相关证实。据南亚通讯社之前发布的报道，为避免俄罗斯因战事而拖延 S-400 的交付进程，印度曾要求其对剩余部分进行提前交付。俄罗斯也对此给予了正面回应，表示会考虑采用必要措施，以加快交付 S-400 的可能性，包括在印度本土建立合资企业，加速生产必要的零部件等。如今，随着 S-400 成功试射，在感受到其作战效果之后，印度可能不再满足于只是单纯的购买 S-400，更加希望能够在本土建立 S-400 的生产线，借助这款先进防空系统的本土化，为印度国产远程防空导弹的研发积累经验。7月26日，韩国韩华海洋公司推出了最新型号的护卫舰 Ocean 4300。韩华海洋公司表示，该舰艇拥有极强的多功能性以及超高的作战强度，能够同时满足反潜战和反空战的需求。它可以配备韩华公司目前最先进的多功能数字阵列雷达，以及集成红外和光电瞄准系统，也可根据任务需求安装定制版的传感器系统。而且该护卫舰还配备了高标准的声纳能力，就连桅杆上都能够容纳各种外来传感器，可以为不同的任务需求提供更高的灵活性，进一步增强其反潜性能。此外，该舰艇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其拥有强大的推进系统，它采用了柴电和天然气联合装置。该系统能够确保舰艇拥有高性能和高效率，满足了现代海军作战的严格要求。目前，韩华海洋公司已将 Ocean 4300瞄准多个国际市场，包括澳大利亚、菲律宾、秘鲁和泰国等，并试图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普京双倍费用招兵以及驻日美军建立联合部队作战司令部进入准战争状态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